男嘉宾小梁26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实习医生。女嘉宾小李25岁，来自辽宁，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多久了谈恋爱？半年了。半年啊才？对。怎么了？你帮他，他不领你情，小片里说是吗？对。啊，你帮他什么事儿他不领你情啊？他这个人吧，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啊，在朋友的酒会上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生特别的就是豪爽，特别大方，然后特别对我性子。在一起了之后，就觉得他这个豪爽的特别过头，让我觉得特别累。就比如说吧，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就最开始刚认识没多久，我们约会，当时挺晚了，他突然就胃疼了，然后当时离我家比较近，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先住到我家来，就是先待一晚上啊。然后我就给他弟弟打电话，因为他跟他弟弟合租在一起嘛，然后他弟弟说行，然后过了没有20分钟嘛，他弟弟又给我打电话，语气特别特别的恶劣，然后跟我说啊怎么样，我来去接我姐，然后你告诉我你家地址。我觉得那这个很正常，弟弟担心姐姐来接吧，然后我把我家地址告诉他了，我大概又等了20分钟，弟弟又来电话说啊换他接电话，我电话给他了，我就听他弟弟就气急败坏的，就是在那个电话里就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俩才刚认识多长时间你就去人家，然后你这不要脸这那的。弟弟说的这个就是言辞是激烈了一些，但是道理没错呀。不，就是他当时因为我是学医的，他当时脸都已经白了，我当时都已经要考虑要不要送他去医院了。然后他弟弟，我就觉得你跟姐姐怎么样说话也不可以这样说啊。然后我当时跟弟弟吵起来了啊，然后他特别生气。然后他就说啊，你怎么能跟我弟弟这样吵架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当天晚上没招了，因为他家那个楼特别老旧，9点半以后没有电梯了，13层还得爬上去，他脸当时都是白的。我说那得了，别送你回家了，给他送到他那个姨呀还是婶婶家。然后我后半夜2点回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早晨莫名其妙给我发微信分手。为什么要分手啊？我就因为他夹在我弟弟和我之间，就是太难为他了。因为弟弟有时候说话言辞对我可能就是从小养成那个习惯，关心我，说话语气不好。完事我就觉得挺拖累他的，本来身体都不好，想让他找一个比我好一点的女孩吧。这姑娘不是挺好吗？是啊，我知道他特别好啊，所以我追了，我就追过去，然后大早上打车过去找他啊，我就跟他说，既然我们2个决定要在一起了，我觉得你这样的话是一种逃避啊，你为什么不去面对呢？然后我后来又追回来之后呢，然后后来又发生什么？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女孩特别有侠气，特别豪爽啊，然后对朋友对身边的人都很好，结果呢？认识2天，一共见了1面的朋友，在商场碰到了啊，然后人家就跟他说，哎姐，我这个要买个什么，可能是衣服还是鞋子，我差2000块钱啊，你借我一下呗，我隔天还你。我女朋友好家伙，奔儿都没打，直接就借人家了。那不是因为人家着急用吗？又没说不还我就借了呀。是你是借了，关键是人家不也没还你吗？然后还把你拉黑了。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呀。关键这不是1次2次了，咱俩因为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呀。我是有乱借钱的毛病，我也知道，那我也没想到他们都这样啊。哎，你当时不就喜欢他这点侠气吗？他1个月薪水大概在6000左右啊，他可以借出去5000。哇，这姑娘。为什么呀？就是谁跟我开口借钱，因为他们都是着急用嘛。啊，我这心里头不借吧。你是家庭经济条件特好吗，孩子？不是啊。啊。是就是朋友有什么急事了，我愿意帮忙。他愿意救急，愿意帮忙是吧？对。啊。江湖救急这个可以理解啊，好朋友之间。但是你不能什么朋友都借啊。我也没想到他们都这样，有的我借了也还了呀。月初借了5000，月末收回来1500，
啊，能还的钱那肯定是认识好多年的啊，那剩下的那就是认识了没几天，然后直接帮他拉黑了。挣6000块钱在当地生活的好吗？刚才说是租房子跟弟弟合租是吧？还有什么呀？平时没什么开销了呀。关键是我也心疼他呀，就像前2天啊，他之前就给朋友借过钱了嘛啊，然后他马上就要交房租了，还要一交1季度的。然后他那个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口袋也就剩了将近4000多块钱，然后只够交房租的了啊！我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跟他说，咱别再借了，就是你交完房租之后，你爱剩多少你爱往外借，我也不说什么，你先把这房租然后交完，然后你再说其他的啊。然后我就出差了，等我回来，他就跟我说，这钱啊，我想拿给我弟弟，我以为他是要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啊。然后没想到，等我回来，这事儿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了。他钱已经借给他弟弟了。房租交了吗？房租没交啊。没交呢。那房租谁交了呢？房租我交的呀。这是他帮我交的。那你这不对呀！你都没钱了，你还给别人拿钱？我弟弟都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了，他要用钱，我没借他。但是最后又说了一次，实在是没招了，我才借他的。他说过2天就给我，没想到他说现在还不上我这个钱了。你得先让自己，你都活不下去，你还给别人借钱，我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这你倒管的没什么错啊，兄弟。可是说句实话，你跟他这关系管他也不太方便，我倒觉得。对啊，尤其是我跟他弟弟吵了一架之后，然后我再说这个，然后每次呢，我还想跟他弟弟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都出发点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关心他嘛啊。但是呢，他就是拒绝，害怕我跟他弟弟动起手来，然后再吵起来啊。女生怕他吵。他是个冲动型的人是吧？不是啊，是因为我不相信我弟弟啊，因为我弟弟的脾气也不太好，万一2个人真的你是为了保护他坐在一起聊的话，我怕再吵起来。你说我父母知道他跟我弟弟吵，我父母会怎么想他呀？他会过吗？日子？不会过日子，他比较喜欢乱花钱呀。你是喜欢乱借，他是喜欢乱花。他所谓乱花是指什么呢？就是平时买个耳机的话，就是花3000多，给我买了双鞋花7000多。对你好啊，哎呀。关键是他挣钱也不容易，我没想到他能给我花那么多钱买一双鞋，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吵来着。那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你那钱借出去打水漂连个响都没听着，我东西买了好歹我能用啊，我送你鞋子你能穿啊。鞋子什么倒无所谓了，你还要买表。不，我买表又怎么了呀？你都已经有好几块表了呀，比较好的价钱还不低的，完你还要买？这不就跟女生买衣服是一样的吗？就是你有短款还想买长款的，我有黑色我还想买绿色的呀。那我也没花好几万买件衣服呀。不是，那你要想买我可以给你买呀。我不需要呀。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能听到，这里面有爱，对彼此的这个关爱。但是小片里面说到了一个他跟别的女生暧昧，是你说的吧？对，我说的。这个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咱们聊聊这个吧。我觉得自从我跟他交往之后我自认为我没跟其他女生有过什么暧昧的你还说没跟别的女生有暧昧？前段时间我跟我妹妹出去吃饭，然后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吃没吃，让她一起来。完事我给她打电话是个女生接的。说他俩在一起呢，陪着那个女生过生日呢，说他去卫生间了，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完事之后我们在街上就遇到了，就吵了呀。不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呀。那你不知道，你不可以看一下手机吗？不，这不是看手机啊，姑娘，你别跟他逻辑走啊。他说的是有一个女生接了手机。你解释这个女生接了电话是谁？这是我朋友是跟你朋友在一起过生日吗？是啊。关键是我后来又在遇到他的时候，那个女生挽着他的手逛街呢，俩人有说有笑的。这个怎么解释啊？这个我跟那女生就是特别好的朋友的关系，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的。我就觉得他就是当时他就是闲的没有事儿干了，在那乱想。不是，你这个没解释清楚啊，你不能说他乱想啊，对吧？你给人解释清楚啊。她是你的好朋友，打小玩到大的，对吧？对，用你们的话说叫闺蜜，对吧？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闺蜜之间应该无话不说，对吧？
闺蜜的女朋友给闺蜜打了电话，为什么闺蜜不告诉你？就是他俩压根其实就不认识。对呀，人家打电话了，说找你啊，你说你没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为什么没告诉你呢？什么样的关系可以接你的电话？你告诉我。我跟严老师在一个化妆间里，我去趟洗手间，我的电话响了，严老师你能接我的电话吗？我俩可能关系比那个更近一点，但是近到能够接彼此的电话是吗？而且接了之后他不告诉你是吗？那是什么关系？你给我解释吧，我好好奇哦。他其实就跟我妹妹差不多，因为他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住在我家的啊，就是那我俩。那他为什么接你电话不告诉你的？这事儿他确实压根就没跟我说过啊，为啥呀？我不知道啊，这个问题真不应该来问我，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电话的事儿。好，那接着问了，你不知道有这个电话？对，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电话。然后他跟你搀着手逛街？不是搀着手，他就拉着我胳膊呀。拉着胳膊还行，那叫拉着胳膊，不叫搀着手，行吧？对啊，行，这事儿其实我俩交往时间本身半年不算长，而且吧，我也从来没给他介绍过我的这个朋友。他就是我之所以每年都会陪他过生日，就是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在他过生日那天，他的父母发生车祸，然后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住在我家的啊。就是跟我妹妹其实我感觉是没什么区别的，就是我俩自己在家已经随便惯了。然后后来他再大一大之后，他亲戚在英国那边，他直接就出国了。他每年就是快过生日那段时间前后他会回来。哦，如果说他跟我说了，提前说那个朋友父母在他过生日那天出车祸没了，完了之后每年他俩都要在一起过生日，我倒可以理解。但是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一个女生经常半夜给他打电话发微信让他出去玩啊。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俩平安夜那天，我俩出去吃饭看电影，完了之后那个女生给他发微信打电话说让他去接，喝多了。咋了？他后来去接了呀。我就觉得他就是无理取闹啊，人家小姑娘打了一圈电话，可能打到我这儿挺晚了，就我接了啊。然后他关键是他还是我同事，我就去接呗。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啊，咱俩都处对象了，你凭什么说啊？就是他老给你发微信，老找你半夜出去玩，然后再喝多。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俩是同事，是一个科室的。你确定不知道哈？我确定不知道，因为你确定不知道一个女生为什么半夜给你发微信哈？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女同事，然后人家打电话了，就是你们的我都知道这事儿了，我接一下，没有什么不对啊。很好，就是你们同事的这个文化，就是半夜可以大家互相发着微信叫出去玩，是吧？不是啊，那他为什么叫你出去玩呢？我知道他之前就是我俩在一起之前，他喜欢我啊。那你说你不知道？但是我拒绝他了呀。啊。我已经拒绝他，我很明确拒绝他，然后我很刻意疏远跟他的关系啊。啊。可是他还是这样，所以你没办法。对啊，然后我觉得我做好我自己的就行了。那他就是疑神疑鬼的，就跟疑心病一样啊。一个男人有魅力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别人都上着杆子，他知道你有女朋友了吗？知道。啊，知道了，还知道了啊。那个女生知道你有女朋友，完还要每回都是半夜给你发微信打电话，让你出去玩，或是让你接她，你觉得我心里能好受吗？但是我跟你说了呀，当时啊，我跟你说咱俩一块儿去接她呀。我不想一块儿去接她呀，为什么我要跟你一块儿去接啊？不是，你不就是不放心我吗？不放心我跟他有什么事儿吗？不放心你可以不去接呀。我跟人同事电话我都接了，我也知道人喝多了，然后跟我说完了，然后我就当我忘了这事儿啊。那为什么他那么多朋友非得给你打电话发微信？大半夜12点了，谁能接到算是谁呗。行，今天谁想来呀？我想来的。你想来干嘛呀？我觉得他对我还是挺好的。我想我俩继续走下去。想继续走？是在现实生活里有人提出分手吗？我就觉得他这样的话，我俩走不下去了。你是感觉你俩走不下去了，所以你想来挽救是吧？对。你觉得你俩还能走下去吗？我觉得可以，但是我希望就是说他能对我多信任一点，还有就是说我希望他能认同我的价值观。你的什么价值观？在他眼里可能说东西是实用啊怎么样，但我觉得东西就是说
买的话就是买鞋子买衣服，要买就买什么大牌子的之类的，然后但是他就总觉得只买贵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哎，我这想法是特别不可理喻。好，还有别的吗？然后还有就是，我认为我自己能处理好和他家那个他弟弟啊妹妹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就是总觉得害怕我跟人家吵架怎么样，他就是不信任我。好，这段感情何去何从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来看一下你们后半段呈现出来的相对激烈的问题啊，就是让你落泪的事儿。他和他的青梅竹马的女性朋友，还有半夜可以发微信让他去接的女同事。我不知道你所谓这个青梅竹马的女性朋友是出于何种原因，你们没有成为男女朋友，但是你内心深处一定给他留了一块地方。所以你给他的爱不是纯纯粹粹100%的你的全部，包括你半夜接到的微信还有电话什么，你说是他以前喜欢我，所以半夜他有什么情况会来找我。你说到2个女性用到词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呀，你是不想去弄清楚，你心里很知道你留了一小块地方给这些暧昧，给这些情感，所以他才会不信任啊，他才会怀疑啊。如果那是真的你的发小，你早就把你的最好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介绍给他了。为什么他们2个女人之间不认识啊？一个是你重要的女朋友，一个是你重要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们2个居然不知道谁是谁。因为我那朋友现在他是英国籍，他只有他过生日，然后英国籍又怎样？现在微信这么发达，你随口一说，哎，哥们儿或者好朋友，我谈恋爱了。你如果心里没有保留，你听我们俩基本上不怎么发微信，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发 email， 而且很少发呀。你不用解释啊，我说来你可以供参考啊。就他心里是留了一块，也许他不自知啊，我没有说他是个坏人，说故意说他就不爱你，心里装着别人，但他确实留了这么一块。但为什么会留这么一块？我相信如果他遇到一个真正100%让他爱，让他觉得哇太合适了，我太喜欢了的女人，他这块不保留了。为什么有保留？回到你们刚才说的价值观，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侠气背后有你，允许我说的可能不是很中听，有你卑微的想被别人认可的这种因素。我借钱啊，显示我是一个很豪爽的女孩，我很仗义，别人是会竖大拇哥。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不认可，但背后至少说明她是一个质朴的女孩。而你的价值观，7000块钱一双鞋啊，你要知道她连房租都交不上了，你拿着7000帮她交房租好吗？当然本心我认为你也是想做一个好伴侣，喜欢她的表现，给她买很贵的东西，但是你给她花了7000块钱，严重的不符合她的价值观，她不认可你对她的好。但是你们时间比较短啊，也许那种热烈的爱的余温还在，但我觉得在日后长久的相处当中，你们价值观的不同，对爱情对生活理解深层次的不同，最终一定还会走向分离。我真的觉得你们不合适在一起。女孩，我问你啊，摆在你们之间的问题呢，好像就3方面嘛，一个是消费观，一个是怎么处理好跟你家人的关系，还有一个暧昧。这3个问题，你觉得哪个是原则问题？或者说这3个问题只能解决一个，你希望解决哪一个？跟女性朋友之间。啊，好。然后剩下那2个问题，如果只能解决一个，还能再解决一个，你觉得应该解决哪个？家人。OK， 你这点是很清楚的。但我告诉你，这3个问题有可能都不会解决。先说最容易解决的，所谓最容易解决就是消费观。我个人觉得那个不是问题，他收入不菲，他可以支撑起自己所有的这些花费，其实那表面那不是问题，但是背后是说他在觉得你的消费观不对。最关键的我听出一点是你借弟弟钱，自己没有钱去付租金了，这会儿他是很不认可，对不对？对。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其实背后反映的问题是说他根本就不够爱你，他跟你弟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情，你是完全有这个能力
毫不费力的帮助女朋友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不去破坏他们姐弟之间因为钱这个关系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能为他去想，你要跟他弟弟去谈，你完全是把这个理和情分得一清二楚，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站在他的角度讲。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还没那么爱。那当然最能证实的就是你那所谓的暧昧关系了。如果你真的一门心思放在他身上，虽然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发小，对吧？平时不联系，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你们是过生日一定要一起过的。人之常情，一定会畅谈说你这段时间有什么变化呀？有一个女朋友这事他都不知道。你的女同事明明是喜欢你，你知道，你应该如果心里你有你女朋友的话，那晚一定不可能出去。他喝得再醉，有他的家人，不需要你来负这个责。唯一有解释的就那2个字暧昧嘛。但是你不要再做过分的事，你跟我一起去啊。哪个有点自尊的女人会这么去做？所以你根本就不爱他，你跟着今天站在这舞台上干什么呢？你顶多给他一个建议，就是其实啊，你要认清楚朋友，只认识2天的朋友，然后你要借钱给他，面子没那么重要，这种就不成为朋友。顺便呢，他今天到来也告诉你一件事，还要认清谁应该是你的男朋友。好，谢谢曲哥。我倒是不觉得你有什么暧昧，你不过是自恋吧？你说你自恋吗？还蛮自恋的。对，你肯定是蛮自恋，你的种种行为都说明你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你知道自恋的人是什么？就是总是想知道前女友是不是还想着自己，没事到他微博上去翻一翻，朋友圈里看看他过得怎么样。如果偶尔对方发出一个短信说过来接我或者帮我解决一个困难，他会奋不顾身去做，但并不是因为他要跟他暧昧，而是要告诉大家世界很多地方都留恋我。我觉得你理解错了。我不知道我理解是不是错误，我只说出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你不光自恋，而且还很自我。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是爱人买贵重的东西，并不代表他爱的。就像有些父母为孩子要买贵重的玩具，不过是显得自己有钱罢了，而并不一定是对方想要的。你给他的并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你一昧的按你的方式去给，这就叫自我。他跟你在一起是有原因的，因为只有你这样一个内心把自己放得很低的人，才有可能跟一个自恋、自我或者有点自私的男人在一起相处。只有你才受得了，而一般的女生是受不了的。并且你不光是能够包容他这些，把自己放得很低，你还不乱花他的钱，看上去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但是把自己看得太卑微了。不要太把对方当回事儿。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法则很简单，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其实一直以来我是很支持以直报怨，就是你怎么对他，他怎么对你。尊重彼此的唯一方式的黄金法则就是互相平等对待，好不好？我觉得如果你去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的话，我觉得会有男人喜欢你这样的女生。其实从外部特征上来说，他配不上你。无论男生是不是讨厌我今天的这番言论，我始终奉劝你一点，自恋没有问题，只有自恋才能恋人，但自恋别过了头。因为当一个人内心是否真正有你的时候，不是看你在金钱上能为对方付出多少，而是你真正的内心深处有多少眷恋。另外你所说的你跟那个女邻居的那个车祸的事情，我也相信，所以我始终我认为你内心不过是自恋自我罢了，放下一点没什么了不起。确实没暧昧啊，确实没有啊，没有就好。我跟女生说的就是，感情这个事儿觉得不好，拔腿就跑，千万别再等，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别人都感受不了这个东西，只有你能感受。来吧，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自有它。
我们认识半年了，然后一起也经历过不少事情，我做错的其实也不少，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和你继续在一起，能和你走下去。我也希望你能稍微谅解我一下，有的时候我可能脾气不好，然后可能又会喜欢乱花钱，但是我一直是很爱你的。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你可能有时候不理解我。我夹在父母、夹在朋友和弟弟妹妹之间那种关系，我的心酸你可能真的不理解。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哎，你要娶了她，娶了一大家子人，到处都花你的钱，你介意吗？我觉得就是结婚的话是两个家庭互相磨合的过程。别，这直接回答问题，别跟我谈什么磨合不磨合。我不介意。都给花哈。对。哦，行，挺好的，回去吧。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 剧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这一对还有着余温的恋人，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站在太久望。来，到中间来，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亲爱的海棠红那片你的太可爱了。本节目礼品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药保湿伊贝诗防晒霜提供。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我特别谢谢你选择我这个自恋、自大，然后又特别自我的人。我会一直对你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很爱你，真的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来，请回啊。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